买这盆腊梅下针装时，老板告诉我这半边枯萎了，90块钱成交。从甘肃到家用了1个星期时间，用沙育根，大约1年时间上盆蓄养。这半边枯萎的部分经过雕琢防腐，逐渐形成了现在这个样。这个半边是成活部分，根生长比较旺盛。腊梅与梅花不属同科植物，腊梅是冬季开花，但与梅花一样花开其香，在冰雪中绽放更有一番意境。腊梅喜阳光充足的环境生长，收松透气性好的土壤种植就可以。到了夏秋施2至3次有机肥。每年的6至8月份是腊梅发芽分化期，在这个阶段要对它进行控水处理，要让盆土充分的干，叶开始下垂，再对它进行浇水，反复几次，刺激它的发芽分化。这一点与梅花发芽形成极为相似，操作时间上也基本相同。不要担心腊梅干盆后它的叶会枯黄，腊梅有较强的抗旱性。把这些老叶剪掉，对它进行脱衣换景，整个盆景的骨架显露出来。我选择的这个枯面桩，就是想在观形上有更多的体会，观形以赏花兼得，尝试一下像腊梅这样的盆景在不开花时它的观赏价值。腊梅盆景从养到制作都不难，腊梅不缺枝，这是腊梅盆景在造型上最大的优势。要玩好腊梅，从主干开始，顺其自然，不予人工的雕琢。这个部分是几年前进行加工的。在去皮剥干时，要保护好它生成必须的水线，既可以让它更显苍老，而不影响它的生长。腊梅在造型上有很大的想象空间，它的出枝也可以依据你想要达到的意境进行布局和造型。腊梅的枝条生长呈直立状，比较脆，不适应攀杂。玩好腊梅盆景主要是续剪，定好出枝，前1、2级枝要蓄养出一个基本的过渡。每年的10至11月份是对腊梅进行加工最好的时机。腊梅的枝瓣木质化，而且相对柔软。腊梅的修剪主要有2个阶段，一是春季的徒长枝要及时剪短，或者是把它去掉，这种枝吸收大部分的养分，不利于老枝的生长。二是冬季开花前对它进行修剪，主要是以保形为主。像这种朝上生长的枝，既不开花又影响它的造型，保留1个芽节点就行。腊梅不缺枝，但也会经常失枝。枝态密集，在缺水的情况下，失枝是最明显的，或者是病虫害造成。因此，对腊梅枝不可求多，造型要简洁。修剪中要尽量的使枝盘回缩，像这种枝肯定是不能留。这个时候可将枝条来回运动一下，增强点它的柔韧性，就可以不折断而改变它的方向。在盆景造型中有很大的随机性，即在造型中凭自己的观察和感觉，对枝条在空间上的布局进行重新的调整。像这种上扬的枝，把它往下压一下，使整个枝盘形成一个整体。这种枝往下拉，弥补这个空间，能更好的顺应这个树势。拿到位后要固定好。腊梅的花蕾在抽形成时是很小的，修剪中要仔细，尽量的不要伤害它。对根部也进行修剪。这个底部有点空，用2块石头填补了一下。腊梅同梅花一样，
干部受病虫害的形势容易产生腐烂，腐烂能形成枯面，有较好的表现效果。一旦枯面形成，就要阻止它继续腐烂。用这种石榴合剂，每年春冬涂刷几遍，可以杀死像介壳虫这样的虫卵和霉菌的病原体。主干是虫卵主要产生地区，用牙刷是最好的工具。枯干部分涂上石榴合剂之后，就会逐渐形成钙发面，使腐烂的部分变硬。这一盆苏西腊梅养了10几年，每年开花，每年从年初到年尾，就为了那幽香彻骨、傲血斗霜、使人沉醉不已的10几天，想想也值。关于腊梅盆景就聊到这里，我是山丘龙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